特朗普的大嘴巴让很多人无所适从，因为他说话及办事只从商人的角度出发，所以有意的小船说翻就翻。你看，还没当选，已经让美国的排不上号的马仔台湾惊慌失措。因为最近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彭博商业周刊的采访时，明确表示台湾抢走了美国100%的芯片业务，同时却想要美国保护台湾，哪有这么美的事？台湾必须出保护费。台湾方面当然一脸的无奈，大哥现在发话了，小弟不得不听呢。好，我们来看看德国《时代报》对此事的报道。两岸冲突免受中国侵略，唐纳德·特朗普要求台湾出保护费。作为潜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想无条件支持台湾，美国就像一家保险公司，所以台湾必须付钱。配图文字，美国被视为台湾的重要盟友，唐纳德·特朗普并不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质疑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当被问及他作为潜在总统是否会保护台湾免受中国的侵害时，特朗普对商业周刊彭博商业周刊说：“我认为台湾应该向我们支付保护费。”特朗普说：“美国只不过是一家保险公司，而台湾什么也没给我们。”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回应特朗普的言论时说：“台湾近年来稳步增加了国防预算，我们准备承担更多的责任。维护台海及印太的和平与稳定是台湾和美国的共同责任和目标。中国认为台湾是一个叛离的省份，应该与大陆统一，必要时可动用武力。中国政府经常威胁台湾政府，并在台湾沿海举行军事演习。美国在外交上并不正式承认台湾，但却是这个岛国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并在该地区派驻了军舰和战斗机。美国向台湾保证，一旦中国发动攻击，美国将提供支持。中国暂停与美国的核军备控制谈判。美国最近批准向台湾提供总额为3亿美元的进一步军事援助。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中国政府因此终止了有关核军备控制和核武器不扩散的谈判。除继续出售武器外，美国还采取了一系列消极措施，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破坏了中美互信。中方发言人说，中方愿与美方就国际军控问题进行沟通，但应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在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峰会之前，美中两国于去年11月举行了核军备控制会谈，以降低彼此的不信任。此类会谈极为罕见，此后也没有任何进一步对话的消息。好，朋友们，报道就那么多。很奇怪，《时代报》为何没有报道特朗普讲的那段关于台湾抢走美国芯片业务的狠话？我们看看德国《信使报》的这段报道。特朗普要求台湾提供保护费，批评美国芯片损失，我们有多蠢？我们看这一段：75年前内战结束，共产党夺取北京政权后，台湾从中国大陆分离出去。从那时起，北京就将台湾视为一个叛变的省份，必须与大陆统一，必要时动用武力。德国知识点评：这家媒体至少还简短介绍了两岸分裂的背景，虽然不完全对，比如两岸的内战根本没有结束，而是一种长期休战状态，因为两岸从来没有签署过任何停战协议。大部分德国媒体更可笑，根本不去谈论两岸历史，而是从意识形态来定义两岸。因为台湾是所谓民主的，所以就是一个独立国家。可笑的是，德国竟然不外交承认台湾，而是与大陆有邦交关系。没有一个西方国家跟台湾有所谓的邦交关系，但是又喜欢把台湾与乌克兰等同，认为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跟中国没半毛钱关系。这也是疯狂反华的西方国家极其矛盾又无法自圆其说的荒谬逻辑。我们继续看这家德国媒体的报道。特朗普认为台湾应支付防卫中国的保护费。当被问及他是否会保卫台湾对抗中国时，特朗普回答道：台湾应该支付军事保护费，我们美国只不过是一家保险公司，台湾什么也没给我们。他还说，中国可以直接攻打台湾，但为了不失去台湾的芯片工厂，中国不会这么做。特朗普还批评台湾抢走了美国的芯片业务。如果我是他们，我现在不会觉得那么肯定，
但请记住，台湾抢走了我们的芯片业务。我的意思是，我们有多愚蠢？台湾与中国之间的军事紧张局势，台湾一再成为中国展示军事实力的舞台。人们担心中国会入侵台湾，就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样。美国是台湾的盟国，正关切地注视着这些事态发展。近年来，中国增加了在台湾附近的军事存在，并定期在该地区举行军事演习，这被解读为对台湾可能宣布独立的威胁。作为回应，台湾加强了军事防御，并依靠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支持来阻止中国可能的入侵。在采访中，特朗普称中国国家元首习近平是非常好的朋友。他说，这种关系随着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爆发而恶化。中国加强军事存在，在台湾附近发现的中国军机数量创历史新高。德新社上周报道称，台湾在24小时内在该自治岛屿附近发现了66架中国军机，超过了今年以来的任何时候。据台北国防部称，其中56架飞机越过了被称为海峡中线的非官方海上边界。此外，还发现了7艘船只。几年来，中国定期派遣战斗机、其他飞行器和军舰进入该自治岛附近。今年5月，台湾在24小时内发现了62个中国飞行器，是今年迄今为止发现飞行器最多的一年。当时，中国在台湾新总统赖清德就职后不久举行了军事演习。好，朋友们，接着我们来看看《信使报》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特朗普可以看看他能利用美国的芯片筹码走多远。如果他也削减对台湾的支持，他就会知道他与习近平的友谊有多好。美国产品也只能配合台湾芯片使用。下一条评论：特朗普的要求很高，但现实吗？就拿德国来说吧，不管有没有普京，但如果没有美国，仍有可能达成一项对双方都公平的条约，而这正是美国一直害怕的。这也会在其他国家开创先例。也许美国牛仔到处染指的时代会比特朗普想象的更快结束。下条评论：没有什么比建立在伙伴关系基础上的防务联盟更重要了。无论如何，特朗普和万斯可能更希望我们给他们送钱，然后看看我们怎么办。到了某个时候，他们会意识到美国不再拥有任何市场，那么他们就不得不依靠普京。但无论如何，特朗普都会崇拜普京。最后，我们看看德国《时代报》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应该赶紧有人向特朗普解释，如果失去台湾，美国经济会发生什么变化。下条评论：以黑社会式的保护费要求作为外交政策的筹码。下条评论：如今美国已经几乎只考虑自身利益，而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地缘政治上，美国在台湾都有非常大的利益。在这方面，特朗普是一个典型的见利忘义的人。下条评论：最好的办法就是否认分裂，承认一个中国，继续在一个拥有2种制度的国家里和平共处，相互承认，就像几十年前一样。下条评论：对，香港的例子就运行得非常完美，中国履行了所有协议。等等。下条评论：香港的情况如何？民主和言论自由所剩无几。下一条评论：特朗普可以从他的电子设备中移出所有台湾制造的芯片，如果其中一个还能用，他就可以在推特上发表他的新经验和新结论。下一条评论：如果没有荷兰光刻机，台湾的生产商就无法供应备受追捧的芯片，这就咬到了猫的尾巴了。如果没有美国的保护力量，台湾就不可能在1949年成立。下一条评论：台湾的安全当然有赖于美国，没有美国的保护，联邦德国也不可能成立。美国在欧洲投入巨大作为礼物的马歇尔计划，无论是对急需资金的欧洲，还是对创造了销售市场和地缘政治伙伴的美国来说，都是值得的。特朗普所表现出的这些小家子气的算术是顽固而狭隘的。只要看看美国的现状就知道了，名义人均经济产出巨大，几乎与瑞士不相上下，而这是对一个拥有3.3亿人口的国家而言，美国每年总共创造近29万亿美元。因此，台湾缴纳50亿、100亿
还是150亿美元的保护费，根本就是无足轻重，这与美国经济完全无关。但事实上，美国之所以有机会如此富裕，是因为它身处全球经济之中，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伙伴，这是与中国相比的一大优势。因为中国的全球伙伴很少。下一条评论，特朗普这个蠢货还没有意识到美国有中国没有的盟友，他得罪了所有人。那我们就只能看着中国和美国如何互相残杀了。下一条评论，进一步证明特朗普的话根本不值一提。在他的上一任期中，有什么不是在大肆宣扬有人将最终显示出明显的优势？这听起来几乎是在邀请北京在未来几年内尽可能长时间的突破与台湾的界限。欧尔班先生访问了习近平，稍后又访问了特朗普，冒着被说成是假新闻的风险，他发表声明的时间非常奇怪。在世界新秩序问题上是否有什么猫腻？下条评论，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要求为美军的费用做出适当贡献和财政参与是可以理解的。过去那些年，德国过得太安逸了，未来肯定行不通了。另一方面，确保欧洲不被莫斯科统治，确保台湾、南中国海、太平洋大部分地区不被中国统治，对美国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一个有得有失的问题，不要只是索取特朗普先生。下条评论，特朗普根本不懂政治，他在任期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所知道的是如何操纵别人，否则很多人会投票给一个有破产背景、缺乏道德的平庸房地产投资者，这实在令人费解。下条评论，他为美国的利益着想，真是太棒了。如果他当选，美国佬就真的走运了。下条评论，这家伙还没当选，就又向黑社会教父出山了。我们绝对要独立于美国，这家伙真是自不量力，完全不可预测，是世界的危险。下一条评论，特朗普希望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美国，这是极其危险的。他至少已经破产过一次，而且在交易中存在欺诈。下一条评论，台湾从美国购买各种武器，从而保证了美国的就业，并为美国创造了营销和税收。下一条评论，保险公司，他还不如称之为雇佣军呢。特朗普的每一句话都在证明他的世界观是多么的反社会。下条评论，什么时候才会真的认为特朗普至少会对经济有所了解？台湾的芯片制造技术是非常特别的核弹，它不仅阻止了中国迄今为止对台湾的侵略，而且对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实力都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打击。继续支持台湾，以此震慑中国的进攻和入侵，符合美国自身的最大利益。下一条评论，一个人的目光能有多短浅？尤其是当他渴望成为美国的总统时，难道他现在也被中国收买了？如果中国接管了台湾的工业，西方将付出巨大代价。请想得长远一点，即使这很困难。下一条评论，特朗普自以为聪明绝顶，其实笨得像头猪。他的政策将带来经济衰退和最高的国债。如果台湾落入中国之手，美国科技产业的主导地位将终结，因为芯片生产将由中国控制。他也不可能和他的石油伙伴们一起赚钱，因为世界正在向另一个方向转变。下条评论，金钱换取保护，黑社会才这么说话。下条评论，特朗普似乎完全不明白的是，这样的言论是在邀请习近平入侵台湾，而这样的入侵将使世界陷入经济混乱。特朗普根本想不到那么远。下条评论，愚蠢至极。说到钱，大家可以悄悄地讨论嘛。特朗普在这里做的是公开宣布美国作为一个盟友一文不值，这正是美国无条件从阿富汗撤军以来，也是特朗普所为。中国一直对台湾使用的说法，你们不能指望美国，最好现在就自愿屈服吧。中国在台湾采取暴力军事行动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拜登认为有必要在多个场合明确强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派遣自己的士兵进行干预。正是这一明确无误的声明，确保了迄今为止的和平。而现在特朗普却要来质疑一切，或给一切贴上价格标签。下一条评论，不，
中国还没有收复台湾，事实上是因为中国还没有完成军事武装。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国最终会拿下台湾，而我敢打赌，美国不会为了台湾而开战。我认为中国人也不这么认为。下一条评论，但对美国来说，台湾就像是一艘巨型航空母舰，我认为美国比台湾更应该付钱。下一条评论，然而未来的副总统万斯已经将中国视为需要优先打击的主要敌人，美国介入乌克兰只会分散注意力，这使他与特朗普的观点一致。因此可以认为，未来的美国政府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台湾。与乌克兰不同，我的猜测是，这是特朗普的典型伎俩，目的是确保美国仍然是台湾的独家武器供应商，并继续向美国转让芯片技术。下一条评论，那他为什么不实话实说，反正中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第一，美国只能屈居第二？下一条评论，结盟的基础是信任，始终如此。对于特朗普，可以相信他想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但作为伙伴，他已经所剩无几了。如果美国不再是脆弱伙伴的可靠伙伴，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核军备或寻找其他伙伴。就台湾而言，那就是中国，美国就少了一个军事基地。特朗普还会赢得一次选举，届时他将拥有足够的权力，将更多的选举变成一场闹剧。如果选举失败，我们欧洲人将自生自灭，不得不建立自己的核防御盾牌。下一条评论，台湾可以像香港一样回归中国，孰优孰劣由他们自己决定，但处于中美之间也没有什么优势。下一条评论，如果台湾被中国征服，将给美国带来毁灭性的地缘政治后果，因此台湾应该为不加入中国让美国付出代价。下一条评论，政治上绝对不明智，如果各国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可靠的伙伴，他们就会远离美国，并有可能转向中国。我说的不一定是台湾，而是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国家。下一条评论，单因为台积电，美国就会保卫台湾。即使是特朗普也无法否认这一事实，尤其是他和他手下的人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威胁。他们不能允许世界上最先进的芯片制造商及其专业技术被中国收入囊中。下一条评论，台湾可以将卖给美国的芯片价格提高100%，并让特朗普来买单。下一条评论，此人似乎根本不了解中国在台湾的利益范围。如果此人成为总统，这将是一场灾难。下一条评论，老特朗普就是黑水雇佣军式的行事风格，只有付钱的人才算数。无论是像台湾还是欧洲，勒索保护费都符合特朗普的世界观。共和党人还真以为自己不需要朋友了。好了，各位，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看来德国网友在看待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军事实力方面，比大部分台湾人都更明白。反正从平时德语媒体新闻下面的读者评论来看，德国人其实大部分都认为台湾迟早会被中国大陆统一的。